本期分享如何自建 DNS 服务器，实现国内国外域名分流解析。使用我的这套方案，能够完美的杜绝 DNS 泄露，同时在网速方面，你也能够感受到有明显的提升。本视频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本集视频是如何自建 DNS 服务器的实践篇。如果你是没有看过理论篇的小伙伴，建议你们先看完理论篇，再来观看实践篇。这样你会对我的这套方案有更深刻的理解。喜欢动手的，希望提升自己网速、净化网络的小伙伴，建议你们先收藏，方便大家以后反复观看。当你完成了这套方案的实施，如果发现对你的网络有所帮助，请帮我点个赞，你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Money Hom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频道主要分享各种网赚项目和网赚项目相关技术。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帮我点一个赞。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就请你关注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免责声明，我分享的只是 DNS 服务器搭建的技术实现方式，任何使用该方案从事非法活动的行为与本频道和本人无关。下面我们正式开始如何自建 DNS 服务器实践篇的内容。一、准备环境。我们这里以谷歌云的服务器从头到尾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自建 DNS 服务器。那我们先开始创建 VPS， 点击创建 VPS， 这里我们取个名字，然后我们选择一个速度稍微快一点、离我们近一点的地方。通常来说，我会选择香港。然后区域的话就随便了。这里我们稍微把这个内存放得大一点，是2个 CPU， 两个逻辑 CPU 和1个核心，然后4G 的内存。点击一下高级配置里面，我们看一眼。好，下一个我们选择一下操作系统。这里我们以 CentOS 7为例来搭建我们的 DNS 服务器。点击 Change， 然后在 Operating System 这里，我们选择 CentOS。选择它这没有7了，那我们就选择9的版本，一样的。选择 X86-64， 因为我们不需要太好的硬盘，所以我们就选一个标准的持久硬盘，20G 够了。然后我们点击 Select， 选择网络，我们允许 HTTP 和 HTTPS 通过。内网我们就选择默认的这个内网的这个网段。其他的我们看一眼。好，没有问题。我们选择完以后，我们点击一下 Create。在它创建的时候，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家的 DNS 服务器也是一台 ESXi 创建的 CentOS 7上面部署的，跟我们在 VPS 上面部署的其实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以这边从头到尾的演示，到时候大家只需要在自己家里面的 Linux 服务器上面来部署这套方案就可以了。刷新一下。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创建好了我们的这一台 VPS。我们点击这里，点击授权，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拥有了一台香港的 VPS 的这台机器，这个就跟你们家里面的 Linux 服务器刚刚搭建完毕一样的。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先升级，输入 sudo yum update， 这些命令稍后我都会打包成这个文本文件，到时候在群里面我们由我们志愿者来发放。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 Y， 点击回车，等待 CentOS 9更新完毕。好，当出现了完成的字样 complete 这样的一个英文提示的时候，代表说我们整个系统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整个准备环境的搭建。开启 SSH 密钥登录。我们这里需要配置一下当前的 SSH， 以使得以后我们通过其他的终端就可以访问到我们的 Linux 服务器。好，这里我们先输入一个命令 sudo yum install 空格 vim， 我装的就是一个 vim 的一个文本编辑器。好，这个已经安装完毕。然后我们需要去新增一下一个文件，建一个空文件，把我们的自己的公钥给复制过来，点击键盘的 A， 让整个编辑器环境进入插入模式，然后粘贴。然后保存的快捷键是 Shift ZZ Shift 加上 N 2次 ZZ， 这样的话我们的公钥的一个文件也做好了。然后我们套一下权限，把刚才的这个授权的 key 这个文件套一次权限，套600。第5步，我们需要去编辑一下我们 SSH 这个配置文件。我们搜索一下，或者我们搜索吧，斜杠搜索一下这个 root。当前这个配置文件是不允许 root 账号来登录的，那我们需要修改这一条。修改到说我们允许 root 登录，但是不允许它用密码来登录，也就是它只能用密钥来登录。然后再保存这个文件 Shift 加 ZZ， 然后我们重启一次 SSH，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SSH 密钥登录 Linux 的配置。
3 Docker Compose 的安装。刚才我们已经把 SSH 的密钥登录已经做好了，然后我们测试一下先拷贝这个公网 IP 35.241.74.205，然后我们打开一个终端，在这个终端里面我们输入然后我们输入 yes， 点击回车。好了，这个时候大家有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登录到了 DNS-server 这一台服务器上面。然后我们现在需要去安装我们的 Docker Compose。同样，我们先升级一下我们系统，因为之前升级过，所以很快。然后我们需要去安装一些第三方库。这些库大家也不用担心，我都会用文档的形式给大家写好。好，已经安装好了。第3步，去配置一下我们的仓库，就自动加载的、自动安装的一个仓库的一个配置。第4步，我们去安装 Docker。好，这个时候我们 Docker 已经安装了。第5步，我们启动一下 Docker， 然后我们设置一下开机启动 Docker。第6步，第7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ocker 当前的一些信息，这是一些基本信息，然后总共内存4个 G， 这里显示的是 3.569。第8步，我们需要去下载一个 Docker Compose 的这样的一个文件。第9步是给刚才下载好的 Docker Compose 这个文件套一个权限，套一个可执行的权限。第10步，我们是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软链接，在 User， 我解释一下，我们现在下载好的都是在 User Local bin Docker Compose 这个文件里面。但我们希望整个系统未来都可以找得到这个 Docker Compose， 所以我们需要去建一个 LN 的这样的一个软链接。拷贝这个命令以后，点击回车，这样我们就建立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查看一下现在的 Docker Compose 这个文件的版本是 2.32.1 这个版本。好，这一部分我们就讲解完毕了。因为视频时长的原因，我们只介绍了实践篇内容的前3点，分别是：1. 准备环境； 2. 开启 SSH 密钥登录； 3. Docker Compose 的安装。下一集视频是整个实践篇的完结篇，我们将介绍4. 更新脚本的安装和使用； 5. Smart DNS AdGuard Home 的安装； 6. 定时任务的设置； 7. 成果展示。好了，这就是今天实践篇1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集见，拜拜。